老太太庆幸陆东明不是自己的孙子。哎，想到自己的长孙，老太太默默地叹口气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陆东明是战印的好友，说明两个人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。陆东明跟管家对完了水电费后，就挂了电话，对海玲说道：“数目对得上了。”他掏出钱包里，把刚收到的铺租塞进了钱包里，然后对海玲说：“下次交租，直接在微信上转交给我的管家就可以了。或者转给我也可以，我会告诉管家做好记录的。”海玲嗯了一声，解释的道：“我上个月就是微信转账的，这一次绑定微信的那张银行卡刷到没钱了，我只能拿存折去银行取钱，支付完了所有装修费用后还够交租，才会给现金的。他绑定微信的银行卡里留的是小钱，用于日常生活的开支，大钱它是存在存折上的。那你这里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”海玲忙道：“都弄好了，就等开张营业了。哎，宣传广告传单派发了吗？”海玲笑道：“不用派发广告，我装修了这么长时间，大家来来往往走过都看到了。现在呢，我的招牌也挂了上去，是经营什么的，一看就知道。他想吸收的是附近那些公司工厂的员工，太远的他就算想吸收过来都难呀，竞争力太大了。就是这条街道经营早餐店的都很多，希望他能在这条街道杀出一条血路来吧。他投入了全部希望在这里了。”陆东明没有说话。他在店里转悠了一圈后，本想坐下了，发现老太太直勾勾地盯着他。他总觉得心虚，明明他没有做贼啊，为什么被战奶奶盯着，他会觉得心虚啊？那你忙吧，我先走啦。开张那天我会过来捧场的嘞。陆东明最终不敢久留，怕了老太太那双似是能看透人心的眼睛。怪不得战印那样强势的人都能被老太太逼得闪婚。战奶奶呢是非常厉害的老人家呀。想是这样想的，陆东明却忍不住想起自己的奶奶。他奶奶要是还活着，他可能也结婚了吧。他和战印也就是差了一个奶奶而已。陆总工作忙，你想吃什么早餐，提前给我发信息，我帮你做好，你路过的时候可以进来打包走，不用久等，占用你的时间，也不用他一个大总裁坐在他的小店里吃早餐。海玲总觉得像陆东明这种大总裁，该去管成大酒店那种地方，而不是他这种小早餐店。没事，陆东明就是想过来给海玲捧场。哎，战奶奶，我先走了哈。陆东明弯下腰去摸了摸洋洋的头后，跟老太太说了句，在老太太嗯了一声后，就赶紧走了。老太太看到他开着车走了，看向海玲，海玲已经坐回到收银台里，拿出一本小本子以及计算机，在算着盘下店铺后再装修到现在一共花了多少钱。老太太看来她老人家想多了。海玲对陆东明没有半点意思，不过老太太还是坐到了海玲的对面，试探地问她：“海玲，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？希望我的任你时能开无数间分店，遍布全国啊。创业重要，你的私生活呢？过了年，你也才31岁，还很年轻，不考虑了吗？奶奶当初说的话算数的，只要你愿意，奶奶帮你介绍一个感情专一又很有能力的优质男人给你，保证你二婚嫁得比初婚好，过得比你前夫好上100倍，让他后悔去吧。”海玲笑道：“奶奶，你有9个孙子，除了老大和老小，那几个都可以娶妻了吧？但他们一个个都还单着呀，你操心他们还没有操心够啊。”老太太拉过洋洋，抱起小家伙，让洋洋坐在她的怀里，笑呵呵的道：“奶奶年纪大了，其他事情干不了，他们孝顺我，也不让我再干活，无聊，只能抢月老的工作来干。我上午才拿了2张相片给战一晨，让他和战浩宇按我给的目标去追妻，1年时间应该能解决2条光棍的。
小于25岁的我都不着急，虽说我有9个孙子，也只有前6个才是超过25岁的，后面那3个还小呢，不操心。男人成熟的较晚，没有女人那样早熟，要年纪大一点结婚才能挑起一个小家。太年轻结婚，小子们都还是个孩子心性，也没有能力养家。老六也是今年过了年才满25岁，我也不着急，老2、老3解决后，也就是老4、老5了。我也在帮老4、老5物色目标，等我物色到了，再拿相片给他们，让他们去完成任务。然后1年时间，我就解决了4个孙子的人生大事。海玲听得目瞪口呆啊，这速度啊，老太太就算是有100个孙子，她老人家都能很快让他们结束单身。叶总还曾拜托阿印跟我说，让我也帮他解决一下他弟弟的人生大事。我是瞧过了5少了，非常优秀的一个男人。我现在正在帮5少物色妻子人选。战奶奶，我离婚带着一个孩子生活，暂时也没有再嫁的心思。放心，君5少不会介绍给你的，他家太远了，彤彤舍不得你远嫁的。我跟你说这些是想让你知道，奶奶，我真的可以帮你牵条红线，让你2婚嫁得更好、更幸福的。海玲婉拒了，战奶奶，我现在没有心思想爱情的事了。我跟周红林认识10几年，结婚都不到4年就离了婚，还差点反目成仇，够折腾人的了。婚姻带给我什么了？除了一地鸡毛，就是赚到了洋洋这个儿子。我也要考虑洋洋，亲爸对他都不够关心疼爱，何况后吧，我现在想的做的都是希望能够把洋洋培养成才，其他的我不想了。老太太默了默后说道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有些人当了后爸后妈的，也能为继子女掏心掏肺的，就是少数。陆东明又是陆家的4少爷，陆太太眼高于顶，以往给陆东明安排相亲的对象，全都是与他们陆家门当户对的。海玲和陆东明能在一起的可能性非常渺小。那海玲呢，也不愿意嫁入豪门吧，姐妹俩都没有那么大的野心。老太太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从海玲店里离开后的陆东明回到了陆氏集团，进了他的总裁办公室后，就躺在沙发上掏出手机给战印发信息。现在是午休时间，公司里也是静悄悄的。他问战印，会打扰你吗？战印哄得老婆留在公司里陪他午休。睡得特别香，却被陆东明发来的信息吵醒。那陆东明要不是他的好友，他能顺着无线电波爬过去揍陆东明一顿。海童还没有醒，战印在他的唇上戳了戳后，才拿着手机轻手轻脚地走出了休息室，走到沙发前，也像陆东明一样，就直接躺下。有事？陆东明收到好友的回复后，一时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回了2个字：没事。战印怒了，他打电话给陆东明，等陆东明接听电话，他劈头盖脸就把陆东明骂了一顿。陆东明，你不是战印吧？骂功这么了得，怎么可能是战印？你要不是陆东明，我还能揍你啊？我容易吗？我用健康作为代价才换来彤彤的心软，他好不容易肯搬回来跟我住，给我送爱心午餐，帮我调养我的胃。你没事发信息过来扰我清梦，我不骂你骂谁？陆东明就嘿嘿的笑，和好了呀？和好了，那改天有空出来一起吃饭呗。你最近心情不好，我都不敢请你出来吃饭，怕你喝酒。骂了陆东明一顿后，战印火气也消了。你有事赶紧说，没事的话，你不会在午休时间打扰我哈。就谁都知道他每天中午都要休息休息的。确实没事，就是我回公司的时候路过你大姨姐的早餐店，进去看了看，也给洋洋买了只风车，看到你奶奶在那里，然后你大姨姐交了铺租，给的现金1分不差，1分不少。战印，我看到你奶奶总是有点心虚，你帮我想想，我是不是做过什么亏心事，是对不起你奶奶的？鬼知道你做了什么亏心事，我又不是你的影子，时刻跟着你，知道你的一举一动。
陆东明说的什么事嘛，鸡毛蒜皮都算不上。哎，收到铺租了，跟他炫耀吗？他也有店铺出租的，每年的租金比陆东明的不知多了多少倍呢？陆东明默了默后说道：“你火气好大呀，欲求不满吧？等你以后有喜欢的女人，你们正甜蜜蜜的时候，被我打扰了，看你还能好脾气不？我的女人还没有出生呢，说不定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喜欢的女人。你和苏南都有心上人了，以后你们俩跟我不是一路人，我要跟你们绝交。当然，开玩笑的。对了，跟你件事，张家破产倒闭的事，你知道吧？他们家的大别墅也要卖了来还债，你有兴趣去买吗？我是那咱没有钱买新别墅的人吗？叫我去买二手别墅，张家的大别墅再大，那又也是二手的呀。陆东明笑道：张家的邻居是商家，商家不是你老婆的一家吗？你要是买下了张家的大别墅，请风水大师回来看看，改改格局，再翻修一下，也能当成新房子了。主要是方便你老婆去他大姨家，保管你老婆知道了会很开心的。能与商家成为邻居的张家也曾盛极一时，可惜儿孙不成才，非但守不住祖业，还把祖业都亏个精光到欠债，不得已才要把大别墅卖掉。商无痕说不定就已经下手了。两家是邻居，商无痕买下隔壁的张家，打通两家的围墙后，就能连在一起，扩大商家别墅的占地面积。商家又不差钱，只要商无痕想买，谁能抢得过他？你有兴趣，我现在帮你打听打听，你等等哈。陆东明把好友吵醒后，心里愧疚，想着做点好事情来弥补一下，才会想到这件事。他用另一台手机问了别人，很快得到了回复，张家大别墅已经被人接手了。陆东明以为是商无痕接手的，问对方，对方却说不知道是谁买了，但不是商无痕。商无痕也想买下张家别墅，扩充自家地盘，可惜慢了半拍，张家别墅就被别人买走了。张家别墅是二手别墅不假，但占地平方极大，大家看中的是占地面积，至于房子嘛，新买家估计会像陆东明说的那样，改风水格局后翻修，或者拆了重建吧。毕竟张家倒闭了，会有人嫌张家别墅风水不好的。风水格局吗？就同一种格局，有些人住着就是败家的，有些人住着却能风生水起，不能一概而论的。生意人呢，更讲究这些。陆东明回复好友，好东西果然抢手，连商无痕都来不及下手，就被人接手了。是谁买走了？动作那么快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以后就知道了。占印也不在意，他又不缺房子，他买的房子都是建在风水宝地上，人丁两旺的，而且他房子的风水格局行运时间比较长，那些运程较短的风水局，快到衰运时，他又会请人来改一改格局，重新起运。风水轮流转，就是这样的意思呀。每一种风水格局都有行运的年限。占印，你继续午休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陆东明实在找不到话题和占印聊下去了，赶紧挂电话了。占印在他挂了电话后，对着手机骂了句莫名其妙的，还打断了他拥妻入眠的美梦。占印，海童从休息室里出来，老婆，你醒了，是不是我接电话吵醒你了呀？占印快速的起身，迎向海童，搂着他的腰肢，拥着他走到沙发前，夫妻俩双双在沙发上坐下。没有，我自然醒的。哎，你和谁通电话啊？海童就是随口问问的，占印答与不答他都不在意。占印答了，陆东明打来的，说了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，都不知道他是闲还是怎么的，莫名其妙。接着他就把他和陆东明聊天的内容告诉了爱妻，说过吗？以后都不会再骗海童的了。不是商业机密，他都会告诉海童的。海童靠在占印的怀里，打了个呵欠后，他说道：我倒是有件事忘记跟你说了。什么事？老婆要说的是，哪怕是小事，占印也重视。
我老家的那班极品亲戚想到了李代桃僵的阴谋，意欲让我一个堂妹整容成我的样子，然后取代我的位置，成为你们战家的大少奶奶。战印脸色一沉，我那个堂妹跟我同年的，因为她爸和我爸长得有点像啊，我们俩都像爸爸的居多，所以我和她便有个2、3分相似吧。小时候别人是这样说的。我爸妈走后，我跟她已经10几年没见过面了，也不知道她现在长成什么样。战印含着脸说道，那些人简直是异想天开。彤彤，我老丈人真是你爷爷奶奶的亲儿子吗？那些都不重要了，亲生的，遇上了偏心严重的父母，连抱养的都不如呢。海小珍应该去做整容手术了，但我不知道她会去哪里做手术。你让人查查吧，查到了阻止她整成我的样子。海知青跟踪我，偷拍我，被你的2个保镖发现，就抓住了他，我才从他嘴里套到他们的阴谋。海知青是没有明说，但他说要偷拍海童的相片给海小珍看，让海小珍模仿海童的言行举止，就猜到海家极品想用海小珍来取代海童。海童跟他们的过节是很难化解的了。故而海童成了战家大少奶奶后，不能为他们海氏家族带来利益。不仅如此啊，他们损失惨重都是海童一手造成的。让海小珍取代海童，一是觉得用上了自己的人，那能为他们带来利益；二是报复海童和战印。战印当即打电话给苏南，让苏南去办这件事。打完电话后，看到海童静静地看着他，战印黑眸闪烁，语气却温和：彤彤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。当初苏南说的也有道理，一下子把他们打压了，他们失去了他们最在乎的一切，就会心存怨恨，采取报复。又因为他们都失去了在乎的一切，就报复我们的时候，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。小鬼难缠。海童伸手摸了摸战印的脸，战印，我想。战印俊脸凑进来，下巴高抬，微眯着眼睛，一副等着他亲他的架势。海童笑，如他所愿，主动送上香吻。数番缠吻后，战印在他耳边低哑地说着什么，海童没有听清楚，但能猜到他的意思啊。他情动了又动，但他不方便，他只能忍着。战印，你安排保镖暗中跟着我的事，我不生气，也不跟你计较了。战印又亲他一下，还是解释的道，我并不是让他们监视你，只是担心你的安危，你是我的妻，这个身份一公开，盯着你的人太多了，你也不可能待在我战家大宅里。足不出户，为了你的安全，我才会那样安排的。打死他，他都不会承认，他是想时刻知道他的一举一动。我知道你的真正用意，这一次若非他们，我们也不会知道他们的阴谋。你安排人盯紧了他们，他们狗急跳墙时，若做出违法的事情，这抓住了把柄，有证有据的，把他们都送进去，我们才能清静。战印有权有势，但不像里的男主角那样无法无天，他有原则有底线的。海童呢，也不希望自己的男人因为一些极品小人触犯法律，所以只能等着对方狗急跳墙，犯了法后，他们才有机会把对方送进去。他们有什么不好的爱好吗？赌钱了，村子里的老人几乎个个都好赌，每天中午吃完了饭就去赌博。我不知道我那些叔呀伯呀的会不会赌啊，我想多少都会染上吧。战印黑眸闪烁，心里有了计划，但没有说出来，只是对海童说道，他们都交给我来处理，你不用费心思了，有我在天塌下来，我都帮你撑着，你只管去做你想做的事。今晚的宴会真不用我陪着你去，老婆，我们还没有一起参加过宴会呢。海童逆着他，你是高高在上的战少，就算参加宴会也是保镖防身，我等凡夫俗子连挤到你面前想看看你的真面目都没有机会。战印那是以前了，他知道海童陪着好闺蜜参加宴会时，夫妻俩曾经都在宴会场上，由于他当时还隐瞒身份，
故而他发现了他却不知道他。等我能充满自信地站在你身边时，你想不陪我，我都要你陪着。海童起身后又俯下身来，两手撑放在战印的身侧，帅哥，亲一个，我就回去了。战印笑，又调戏我了。我调戏你，你心里乐开了花。海童愣是在他的唇上咬了一口，注意身体。要是再饿坏了胃，我就真的不管你了。假若你年纪轻轻就我继承你的财产，然后拿着你的钱去包养小白脸，气死你，那样我会气得诈尸的。战印跟着起身抱了抱他，深情的道：彤彤，为了能与你共白头，我会注意身体的，只要你不离开我，啥都好说。海童拿开了他的手，还记着提起2只保温饭盒，晚餐你让阿七过去取。你也到时间上班了，我回店里去吧，小飞说不定在店里等我了。战印恋恋不舍地送他出办公室，一直送他到公司门口，直到他开车远去了。战印都还站在公司门口看着呢。值班的保安们，你看我啊，我看你啊，也不知道战总和夫人是否雨过天晴了。那数分钟后，战印转身往回走，保安大胆地端详他的表情，眉眼含笑，明显是心情愉悦。小夫妻俩雨过天晴见彩虹了，战氏集团上上下下的人彻底地放下心来。但愿这对小夫妻俩以后都是恩恩爱爱的，千万别再闹矛盾，大伙儿伤不起啊。通过这些事情，所有人也看清楚了海童在战印心里的位置，那是独一无二的，无人能替代的，是战印放在心尖上宠着的人儿。战印当初打造的宠妻人设，半点不掺假呀。战印回到办公室后，没有马上投入工作中，而是先打电话给母亲。他是个很少会主动联系母亲的人。唐君业接到长子的电话时，一颗心瞬间就悬得高高的。他觉得先少主动联系他的长子，一旦打电话给他，肯定是大事，所以他紧张害怕。特别是战印和海童的夫妻关系还没有恢复，他当妈的当婆婆的却什么也做不了，也不能做。阿印，战印从母亲叫他的声音里听出了母亲藏着的担心。他没有刻意说安慰的话，而是用轻松的口吻跟母亲说道：妈，伤无痕的太太怀孕了。唐君业听到他这样说，先是愣了愣，很快说话就带上了笑意，那是值得恭喜的事。商界还没有对外宣布蓝鲸怀孕的消息，他们大户人家有讲究，在未满3个月之前都不会公布的，要等3个月后坐稳了胎才会对外公布。蓝鲸出有孕，能知道消息的就是蓝家与商家的最亲近的人了。海童是商太太的外甥女，她会知道蓝鲸怀孕很正常。海童会跟战印说，则是说明了夫妻俩僵硬的关系破了冰，缓和了。那这是唐君业欢喜的原因，他才不是替蓝鲸高兴呢。妈准备些补品，亲自送到商家去。战印向母亲道谢。唐君业说道，不管我们战氏与商氏是什么关系，商太太都是海童的大姨，蓝鲸怀孕了，我们不知道还好说知道了，总要送点礼品过去表表态的。这是人情往来啊，是妈该做的。什么时候带海童回来吃饭？等他有空了，我带他回山庄小住一段时间。唐君业恩着也要跟他姐姐商量一下，你们俩的婚礼事宜能给他的都给，别委屈了他。妈，我知道的，你把你大姨姐家里的地址给我吧。我去跟他商量商量婚礼的事吧。战印说道，我姐还是租房住的，我想过赠送一套房子给她，姐妹姐都拒绝。唐君业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，你奶奶当初看中海童，大概就是看中他那种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的性格吧，不图他们战家的名与利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海童姐妹俩不受钱财诱惑是很难得的了。就是海童的出身始终差了点老家那般极品。唐君业想起就厌恶至极，简直就是胡搅蛮缠啊，没见过那样心狠又蛮不讲理的人。
说到房子的问题，战印想起自己给海童准备的情人节礼物，海童最后都没有收下呢。他想过让沈小军帮忙转交给海童的，但沈小军让他自己给海童呢，他也把他名下所有财产都给海童啊。海童依旧拒绝，不过愿意帮他保管房产证等重要证件，那也是他威胁他，他不保管着他就扔了呀。哦，他才帮他保管的，黑卡却还给了他。等于是他想转给海童的财产啊，没有一样转出去的，是海童不要呀。真是个倔强的小女人，偏偏她爱惨了他。我上次跟你和彤彤提及的学礼仪的事，妈，她去向她大姨求助了，今晚她就开始跟着她大姨参加各种聚会，商太太会教她的，比去礼仪学校学习更快更有效啊。唐君业说道，那我就不操这个心了，她要是愿意，其实妈可以带着她的。想到自己是当婆婆的，婆媳俩相处的时间也不多，再加上她内心深处始终觉得海童的出身低了点，与自己的长子是不匹般的。如果由她来带着海童融入上流社会这个圈子，她呢会特别的挑剔，继而会影响婆媳俩明面上的和谐关系。唐君业对于海童选择向商太太求助就表示了理解。商太太可是曾经的女强人，有她带着海童，相信海童能够融入战印这个圈子的。我等会儿把咱们家所有人的生日排一次，咱们家也可以找点名头来办宴会，这样海童可以在自己家里练练手。战印笑道，那妈和奶奶还有2位婶婶商量商量吧，内宅的事情都是你们抓主意的。母亲是觉得海童与她不般配，但母亲也没有做过伤害海童的事，明面上连说句海童不适合她的话都没有。相较于那些用着激烈手段来阻拦拆散儿女感情的母亲来说，战印觉得自己的母亲已经是少见的开明。唐君业就顿觉得自己有事情干了。母子俩通话结束后，战印拼劲十足，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中，多赚点钱啊，让他老婆成为管城的女首富。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远处，那车上的人呢，远远地盯着任你食早餐店。哥，看到那个胖胖的女人了吗？就是他红林的前妻海玲。说话的人是叶佳妮，她指着海玲的早餐店，对二哥说道，他和红林离婚后分走了一大笔钱，就是因为这样，红林才拿不出60几万的彩礼给你和大哥装修房子买车。叶家二哥看了片刻后，脸回视线问妹妹佳妮，你跟二哥说想让二哥做什么？我那个婆婆还有大姑姐已经毁得不行了，好在红林还站在我这一边，但红林还是会经常以看望儿子为借口去找他。我不乐意，但我还没有怀孕，没有自己的孩子，要是阻拦红林去看望他儿子，会影响夫妻感情。等他的早餐店开张营业了，二哥帮我找几个烂仔，轮番去他店里闹事，破坏他的声誉，让他生意不好就行了，不要做出过激的行为，更不要伤人。叶佳妮提醒着二哥，他亲大姨是商家的太太，商氏集团是他大姨家里的公司，他亲妹妹又是首富战家的大少奶奶，他本人也是个厉害的，曾经提着菜刀追了红林5条街，就找个借口闹得他生意不好做，没人去他那里消费，让他亏本，就让他的店开不下去就行了。我这也是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，我和红林会失业都是因为他。太狠的事情叶佳妮不是做不来，而是他不敢做，怕战印和商家的报复。我过不好，他也别想过好，我和他之间，我才是胜利者嘞。叶佳妮一想到公婆还有大姑姐他们现在都站在海玲这一边，他就恨得牙痒痒的。明明他是胜利者，却过得不如海玲这个失败者好，他心里不平衡。叶家二哥听了妹妹的话，害怕地道，佳妮，人家是有后台的，就算我们请几个烂仔去闹事，最后也会被查出来，他的亲戚有钱有势，我们惹不起。
你说他妹夫是首富战家的大少爷，那更不能招惹了。战家是什么人家呀？我们在乡下都听说过的。算了，你就给二哥1万几千元的零花钱，不值得二哥那样做。叶佳妮脸色难看，哥，我是你妹，亲妹妹，我被人欺负，你也不帮我。叶二哥说道，你说他怎么欺负你？你骗了我们不说，周红林和你一起的时候，人家是有老婆有儿子的，你给他当三，拆散了他的家庭，这些事你都瞒着我们，我们还以为你真的找到一个很优秀的男人呢。你什么脾性呀？二哥还不知道啊？是你欺负那个叫什么林的吧？不说别的，你插足别人的婚姻，导致人家夫妻俩离婚，本就是你的不对，你还好意思反过来报复他？一个离婚女人带着个孩子做点小生意，多艰难呀！你也狠得下心去破坏他的生意。要是他真欺负你了，二哥还能替你出头，可现在他真欺负你了吗？他离婚分走周红林的一大笔钱，那是人家夫妻的事，周红林不肯给我们家60几万的彩礼钱，不是周家的问题，是你一心向着周红林，舍不得把那些钱给我和大哥装修房子买车，亏得我们那样疼你，你嫁人我们得到什么好处？最后彩礼只给个几万块钱，爸妈留着养老，我和大哥什么都得不到。要是你给我们买车买房，你叫我给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说到底，叶二哥是觉得妹妹给他的好处太少了，不值得他冒着得罪战家和商家的风险去帮妹妹做事。他们一开始也的确不知道周红林有妻有子的，还是周红林离婚后跟他妹妹谈婚论嫁了，叶家人才知道原来他们的女儿是给人当小三的。叶家人心里有火，就觉得周红林是二婚男，他们家的佳妮还是初婚又年轻，算是被周红林糟蹋了。哪怕周红林不过31岁，知道周红林离婚后房车都是他的，他那套房子现在值好几百万呢，又知道周红林年收入能过100万，叶家人才会狮子大开口，要求彩礼给66万。这在管城来说，除了豪门，那是天价彩礼了。毕竟普通人家也就是几万元，甚至1万几千块钱的，66万的彩礼能把很多人家吓退，宁愿换一个人结婚。用周母跟女儿吐槽的话说，叶佳妮是黄金打造的吗？值那么多钱啊！再者，周家给60几万彩礼过去，叶家却说了只陪嫁一些被子等不值钱的东西，那彩礼钱是要给他2个哥哥装修房子买车用的。周家能答应吗？连叶佳妮自己都生气，觉得父母兄嫂疼爱他不过是想卖了他换钱给兄嫂过上好日子而已，就因为父母没有为他考虑，他才会偷了户口本和周红林领了结婚证，生米煮成了熟饭，父母就没有了威胁的筹码，拿不到60几万的彩礼了。你们没有手没有脚啊，想在市里有房子，自己努力赚钱买呀。我夫妻俩现在都失业了，又要筹备婚礼，装修婚房，摆酒什么的，样样都要钱，我现在都头痛钱的问题呢。当初爸妈开口要那么多彩礼，是不是你和大哥让爸妈要那么多钱的？咱们周围的人家哪家娶个儿媳妇要花60几万彩礼的呀？你们生的都是儿子，以后你们未来的亲家也要这么高的彩礼，你们怎么想？要那么多的彩礼，要是给我带回来，当成我小家的启动资金，我怎么着都会让红林给的。不过是走过场吗？可是你们和爸妈怎么说的？66万6666元的彩礼是66大顺，顺了你们而已，就给我6000多元置办嫁妆，家里又不给我其他陪嫁了，爸妈只留6万，给你30万，给大哥30万，凭什么？都是当儿女的，凭什么就要卖女儿来补贴儿子？只考虑儿子过好日子，就不为女儿考虑一下？叶二哥被妹妹这样质问，一张脸涨得通红，骂着妹妹，你这是胳膊往外拐，我们是你亲哥哥，周家有钱，在领证前不跟他们多要点，就领证后想要也要不到了，你偷偷的跟他领证，看60几万的彩礼变成了6万多的彩礼，
你嫁进城来享福，帮扶一下我和大哥怎么了？哪个做妹妹的不帮一下哥哥的呀？做妹妹的欠着你们当哥哥的了，我就不做福哥魔。我自己的小日子尚未过好呢，要我掏空家底去补贴你们。哎，你们房子装修好了，给我吗？我回娘家那怕是连间房都不给我留呢。我干嘛要让自己过苦日子，让你们过好日子？我们都是爸妈生养的，要说欠，我也只欠爸妈的。我又不是说以后不给爸妈生活费了。你们当儿子的给多少生活费，我当女儿的也给多少。爸妈要是有什么不舒服要花钱，你们出多少，我也出多少。我不欠你和大哥的呀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自己折腾吧。我才懒得理你嘞。叶二哥说不过叶佳妮，红黑着一张脸，开了车门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叶佳妮也气得不轻，记起自己给了二哥5000块钱，她跟着推开车门，冲着二哥的背影叫喊着：哥，你拿了我5000块钱，还给我，不帮他办事就把钱还回来。哎，叶二哥撒腿就跑，钱进了他的腰包，想再要回去没门。他就不信妹妹会为了5000块钱找他闹。叶佳妮还真的不会为了5000块钱就跟二哥撕破脸。现在兄妹俩一番争执后，叶佳妮都有点后悔啊，好端端的怎么就吵了起来呢？但娘家人的所作所为啊，每每想起，她又倍觉委屈。彩礼钱要一点，她觉得很正常。她要是没有彩礼，就这样嫁入周家，她都觉得周红林不会重视她。